月初了，伙食费没有预算了，只能吃点家常菜了。今天，那你可能问了，不是应该月末没有预算吗？是不是月中开支啊？不是，我月末也没有，但一般这事我不往外说。这叫啥呀？这叫对镜亲嘴，自己哄自己。强把火整出这么点肉丝儿，我给它置办成2个菜吧。我跟你说，东北人呐，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他夏天躲不过豆角茄子，冬天躲不过白菜土豆。这不是执念，这是宿命啊！对，还有一年四季都躲不开的酸菜。但我跟你说，你别寻思吃个豆角茄子就没面子了。在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我曾经给一个广州身价过亿的老板人肉背过去20斤豆角子和年苞米。真的，这事谁撒谎是王不足的。当时我不舍得交超重的托运费，我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充电器和一条裤衩。行了，还是说菜吧。地三鲜颜色重，因为我酱油放的多，因为我弟愿意吃酸口的，脑里酸的酸。来吧，吃香香了，大冷面、鱼香肉丝、蒜苔炒肉、酸菜粉、脑血酸地三鲜、干巴的烤羊排，凑合吃吧。明天给我奶奶存钱罐砸了，买点肉去，我忽悠我弟去。我最近发现个商机，那超市动辄几十上百一瓶的椰子油，居然在家用老椰就能做。老椰子多便宜啊，200块钱能买30个。今天要把这事整明白了，那下半辈不掏上了吗？但是老椰子椰汁不太好喝，完还不舍得扔，就先把水取下来，留着看看玩意能干啥。然后找个不讨厌的地方把椰子壳摔了。后来取椰子肉可遭了大罪了，这点活从天亮干到天黑，一个整块的都取不出来，就感觉别人买的老椰子都是来报恩的，我买的都是来讨债的。问题这才第2步啊，我们就已经快缺氧了。我当时满脑子就想起一句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后来给石磨端上来，我们一下又兴奋了。该说不说的，驴还是有使命感。就看着石磨，我的 DNA 就动了。我的目标是石磨传3代，人走磨还在。然后我们就这么一圈一圈磨呀，但是下的非常慢。后来大概是半夜1点半吧，有个网友说这油凝固的比较快，你们拿热水试试。我们半信半疑的试了一下，发现真的通畅了很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头前磨了5个小时，全磨错了。得亏当时直播了呀！我决定配个手机，以后专门直播用。再转着买了个2手的苹果11，我现在4000多呢，完才花1800，用着跟新的似的，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浅试了一下，玩游戏不卡，耗电也不快。他们还能提供验机报告，而且免费保修1年。有想换手机的，推荐你们去转转看看。然后椰肉呢，一共是磨出这么些汁儿，先磨出来的已经凝结出很多油了。我一看就这个成色，过了这一宿我不是发了吗？还筛出2盆椰肉，但我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点玩意儿了。等天亮找裁缝给我奶风筝枕头送去。然后按教程说，这玩意就这么一直熬，水熬干了就出油了。我就老老实实站着熬啊。这一大锅熬了4、5个小时之后，水是熬没了，但油也没出来呀，这不熬出一锅浆糊吗？但我没死心，我又熬了1个小时，这浆糊里也熬出油来了。问题这油一股糊巴味儿，我们唯一得到的那点椰油，居然是最开始撇出来的那点沫。也就是说，30个椰子，4个大小伙子，24小时就熬出来1碗底椰子油，而且最后居然熬了6个小时水。那我算完这账，这几个老嫂当场乳腺增生了，哥们儿。先给大伙洗洗散浴，再领他们泡一下热池子，来一下针灸按摩，扮演一下揉磨磨。这玩意儿扎着这么费劲，我为啥给他们吃啊？放生。我自己在家喝点酒，就喝这些吧，不胜酒力。没女的谁能喝呀？我爸来电话说，我85岁的奶奶正在对我86岁的爷爷口吐芬芳，让我火速支援。我他妈能支援个嘚儿啊！就喊我去吸引火力了，这是。反好在我还有个弟弟，还有。我寻我做几个菜去吧。我要不借个油子，那闭眼睛想都知道我爷在家发信号枪了呀。那我俩走了，他不更完犊了吗？先给我奶做了个小吊梨汤，先给他去火吧，但是没整太黏，我怕给老太太那假牙粘掉了。再烀个大肘子。我奶啊，这辈子最上心2个事儿，一个是我，一个是肘子。我跟你说，肘子一到，气消一半。然后这2个，这都是老太太上饭店的保留曲目：荷塘月色、白灼西生菜，还有这个日本豆腐。每次我们在家订外卖，只要豆腐少，我奶就生气。我今天给她续满，我现在她吃不了都放冰箱里，明天接着吃。我这破嘴呀我！苏泊汤我做的东北版的，牛肉吃完了我奶塞牙，我就放了一罐有大猪油的肘子罐头。这个菜就不用说了吧，我奶多大见着都鼓掌的大丰收，但前提是排骨必须得比豆角多。
完我回头一数，算上饮料这7个菜，你说这他妈哪行啊？我赶紧的掏出个莲藕和肉馅，炸个丸子。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家规，叫没有6和8，你别去我奶家。行了，我这就赶紧给我弟活了起来，打包就得走了。我弟笑不滋的问我说：“哥，咱干啥去？野游去吗？”我说：“你快他妈闭嘴吧，给你姥爷平事儿去。”来吧，吃香香了，和月、大丰、白皙、日豆。红肘、冬酥、藕丸，哎呀，我奶看着一桌菜，脸上终于有点笑模样了。我估摸我奶应该是消气儿了，因为我看她一直在夹肘子、夹肘子和夹肘。孙子，你比你爷爷强100倍呀！我就乐意说这句。哎呀，干啥呀？这是破防了，家人们！我发现我兜里就不能有钱呢。这去趟市场啥都想买，买回来一地。好家伙，谁问我表慢这么多吗？你家这么早就过年了吗？哎，过不过年不知道，但吃了我的饭，小肚兜溜圆，因为我有秘制小酱料啊。就这大丰收啊！我跟你说，就快给我收了。我这3天不吃，2天就响了。这盖1周可当场来卖呀！你看看这占了多少汤啊！花卷和饼我一样就吃1小块啊，因为我的胃得给这碗大米饭留着呀。这汤往上一浇，我脑里就一个词儿，就是嘎嘎的。妈，这锅杂粮也是真猛啊！这玩意儿拌点鸡蛋焖子，尤其是那个土豆子，哎呦我太爱东北了。我今天一高兴整10来个菜，就不挨个介绍了，看着啥算啥吧。这羊排蘸着韭菜花真是没谁了。这蛋黄焗玉米一下给我拉回小时候了。黑椒牛肉粒我用和牛炒的，这个神菜你们一定记一下吧。就这么说吧，有一天要是我走了，这就是我留给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弟说馋螺蛳粉了，这都是我趁拼多多国庆补贴掏的呀，1块钱整这老些。这里有螺蛳粉，有酸辣粉，料多味儿还正，再配个煎蛋，那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呀。老话说一直嗦粉一直爽，那还寻思啥了？火速上评论区掏它，这虾每一个都赶我手长大，我只能说 Welcome to 东北啊！大头菜还得手撕的，要不真出不来那味儿。看这粉条子啊，我炒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吃完了是这样的，好家伙，这点肉全借味儿了。最后3口结束战斗，先来一只烤大虾，再掏一块带着肉香的甜南瓜，最后跟哈店女平分一个地瓜。行了，完事儿，收拾厨房，明天消化，后天见了宝。头2天给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顿，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我寻这得吃点好的，也不光是为了加油，主要我怕他们考完了没心思吃了，给他们做了个煎牛肉丝饼，还有个新加坡辣螃蟹，煎这盒没扔，你们买认准这包装就行。这玩意儿我也不知道真假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儿是一样的。完我寻思这晚上不得干通宵啊，做了个草莓冰点提神。完他们说哥你别整那没用的，那玩意儿提神这一块，咱说心里话，提神这玩意儿啥玩意儿有肘子提神的，咱说。完有个南方同学说没吃过杀猪菜，我寻思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给炖了满一大锅呀，这底下还藏俩骨棒呢。然后他们说想吃个前帐菜，我炖了个牛腩腐猪煲。我天天说前帐，给我现帐整贼紧张。好家伙，连夜在家熬了一锅皮冻，家里火都没关就给我送来了。我说咱哥俩关系慢慢处呗，你这整还挺玻璃心。最后给他们做了个蒜苔羊排和咸蛋黄茄子，然后他们拿到寝室稍微有点凉，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热了一下。据说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整的人2点多还没睡着觉呢，起来泡上方便。然后有同学元旦不回家，我给他们带了不少自嗨锅，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动，花1块钱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锅。这毛我旺自热火锅贼入味，还有梅肉饭和山牛煲饭都嘎嘎香。你们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抢就完事儿了。但我嘱咐他们千万别拿这玩意儿上学校食堂吃去啊！江湖上盛传一句话叫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呐。来吧，香香的牛竹、老肘、胀冻、猪菜、辣蟹、青饼、梅冰、台牌、黄茄、蒜骨。行了，这就跟我弟打包往学校去了。今天来的是中医药大学，我跟这几个同学约定了一下，我说如果考研成功了，等开学一定给我整2天膏药，但如果吃了我的饭考研失败了，我只能把我弟拿出来给你们练练针灸了。我最近特别馋川菜里的那个麻辣牛肉干，但是外面卖的总觉得口味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前2天趁着养羊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个特别好吃的配方，然后今天买了4个牛后腿，打算都做出来承包一下朋友们过年聚会的小零食。正好我也想看看这纯牛肉的肉干做完合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但是这么多肉做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光切肉和焯肉我们连轴干了36个小时没合眼，那干完之后心都突突，我们都吃上速效救心丸了。不过想想也够神奇的了，这1年我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治愈系的美食博主活生生的干成了高危行业。
后来稍微缓了一下，我们就开始炸料油了。这油炸肉才香呢。然后油做的多，我还顺便炸了一盆辣椒油和一盆青花椒油。这2盆油在最后拌肉的时候，会让肉干的香味和颜色更均匀。特别是这红彤彤的辣椒油，那炸完之后全楼道都是香味。然后做这个肉干需要用到特别多的辣椒，我们甚至还提前测评了一下，结果赶上了一家变态辣的，那吃完辣的胃直疼。不过好在家里常备了新39胃泰，熬夜或者吃辣刺激胃难受的时候，有它一点都不慌。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最好吃的做法是先卤后炸，所以提前2天我就熬了一大锅卤水，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加不同辣度的辣椒，这样可以让香辣味更丰富，但同时也会让鼻子更通畅。就那一晚上打的喷嚏都赶我一冬天打的多了，我后来差点没因为打喷嚏把腰闪了。这些肉在卤完之后就已经非常好吃了，但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就用泡了一宿。等泡完了还需要再炸，炸完了还需要再调味。就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做起来真的很麻烦。而且我之前试了一下，最后炒的时候要用猛火爆炒才能让这个香味最极致。但是这么炒家里的火根本不够硬，就临时又搭了一个饭店用的那种灶台。这灶一使上，那烟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下一秒屋里就瓦蓝了，门窗全开着都没有用。就后来我上个厕所，我发现那都一股油烟味，我真是服了我。然后这2天没咋正经吃饭，又有点胃疼了，这胃不舒服可不能忍，又喝了一杯新39胃泰之后算舒服多了。后来就用这灶，我跟我哥轮着炒了1天，那到晚上感觉手都回不了弯的。不过这个肉干吃着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它用大火炸过，所以外皮是焦脆的，但里边肉是嫩的，吃起来会有很多汁水，而且因为裹了花生和芝麻，那嚼起来越嚼越香。这回我一共做了2个味的，麻辣的是香辣咸，藤椒的是麻辣甜，都特别好吃。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玩意成本大概是70块钱1斤。后来我们把这些肉都分了，就这一桌子肉别看多，我敢保证出不了正月就得没。这晚上饿了开一袋，再配上一杯冰可，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嗦了嗦那手指头，你说那谁能忍住不去开第2袋啊？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烤肠，正好最近猪肉贼便宜，完疫情我们也不用上班，今天怒买50斤，一次在家多做点。做肉肠实在太考验耐心了，先得把肉切了，绞肉馅。那瘦肉可以随便绞，但肥肉还得绞成泥。你说他妈肥肉多招人恨。完了就按比例往里放调料，做了2个味的，黑胡椒猪肉和玉米猪肉。这配方你们就别学了，因为会的越多越遭罪。你信我话，买现成的吃就行。要怕有添加剂就买便宜的，便宜的它就放不起添加剂了。然后就开始折磨人了，要想少放淀粉还紧实，就得生给它搅上劲儿。这里没有技巧，全是体力。刘大脑的脸憋通红，怒搅50分钟，就为了晚上多吃点肠。结果晚上他妈给打电话让他回家吃饭，说不回就骂娘。这小狗嘚没吃着，找个代驾回去了。完我们就开始灌肠、扎眼、系线。这肠因为都是肉末，所以灌的就很通畅，画面会引起极度舒适，建议赶紧艾特你的姐妹来看一下啊。这些肠需要先用电风扇伺候3-4个小时，然后煮肠可遭大罪了，家里所有锅都用了，还煮了3番，这活比我那些前女友都磨人，只能码1层，多了不行，完得全程小火90度煮1小时，还得盯着加气泡，跟打地鼠似的。最要命的是我在厨房盯的都要死了，我发现外面有个偷我肠。切肠一共煮了4个半小时，正常还应该再晾3小时，晾的越干烤的越脆。但我们实在是熬不动了，擦不就给塑封了。关键是有个老大夫跟我说过，1点多不睡最伤肾，但事已至此也没办法了，就做点腰花浇头吃的腰子面。后来我一算得做了400根肠，我就发朋友圈纪念一下。那会儿都2点了，我有个哥们看着这给我来个电话。他说哥们儿，你要遇着啥难事你就说，使点钱啥的不犯毛病。他说我看你整那个肠连个商标都没有，这要给你抓着得胖好几年呢，可别扯那没用的了。